谁都不能去你家，就是朋友、同事，甚至发小都不行。这就是一个祸端的开始。你以为带人回家是热情好客，其实就是在暴露自己的软肋。你的装修、你的位置、你的布置、你的生活习惯、你的家人，在别人眼里，这都是一些信息。每多一个人进你家，你就会多一分额外的风险。真正聪明的人，你会发现，他连住哪个小区都不会轻易透露，甚至也不可能让你知道。你以为这是在和朋友去交心，可能别人已经开始在算计你了。更不要在任何人的面前提起你所谓的存款和你的资产，哪怕是一点值钱的东西都不要再提，包括你的父母，能不讲的尽量都不要讲，自己心里知道就可以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都是在给自己减少未来不必要的麻烦。包括现在这个年头，更不要对外去借钱。但凡是有人现在这个时候去找你借钱的，基本上都是打着我不还的心态去问你借的。现在你看花呗、借呗这么多平台都可以去借，他为什么不去借？对吧？那就只有一点，他被这些平台都拉黑掉了，借不出来。那么他去找你借，你感觉他有还你的希望吗？他根本就不会还。就前几天郑州那个事情就足以证明，什么都不要透露才是最好最有效的保护自己的方式。那哥们儿不就是因为一句话，我家里有黄金，结果换来的啥呢？换来的是发小的嫉妒和萌生的歹意。去他家偷黄金的时候被他老婆给发现了，然后全家被灭门了。更可悲的是，出了事之后，这哥们儿第一个找的打电话的竟然还是他那个发小。你感觉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呢？所以说人心隔肚皮，包括你所谓的兄弟闺蜜，更包括你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这些发小，对吧？往往就是最见不得你好的，嫌你穷，怕你富，恨你有，笑你无。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脱离这4句话，除非你不是地球人。不要去高估任何一段感情，哪怕是你光着屁股长大的兄弟，也不要去考验，更不要去考验任何人的一个人性的底线，因为你根本就试探不起，试探一次可能你就没了。所以说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和所有的人去保持一定的距离，别让别人去摸清你的底牌，把自己搞得隐秘一点，别把自己的隐私当成和别人茶余饭淡之后的这种谈资。这个世界除了能够赚钱和提升自己是实实在在的，其他的我感觉都是虚的。少交那些所谓的朋友，没有任何意义，也少指望别人对你付出真心，你拿真心跟别人去焊。可能我现在讲的有很多人你是不认可的，但是我就是自己这样走过来的，我自己之前也是不相信，但是你经历过的人，你都能够听明白我在讲什么啊！你自己啥也不是的时候，你所交的那些朋友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反而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你过得好了起来，他们却是第一道用道德绑架你的这个准绳，绝对的跑不了。等你真正自己变强大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巴结你之前想要巴结的那些人。弱者总想着去靠别人，强者都是想着自己买把雨伞，自己打在头顶上。所以说要在路上去交朋友，而不是和朋友一起上路，这句话完全有道理啊！不然的话你早晚被坑。如果你不信，你对别人越好，别人在这个世界上就会觉得你非常的廉价啊！你越对别人热情啊，别人就对你越不屑。你在你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这种事情？收起你没有必要的这种分享欲啊，节省你自己的这种精力，全部都用在提升自己的身上。我发现我现在抖音后台一大堆的私信，很多我都看不完啊，都是我亲弟弟问我借了10万啊，去结婚3年了都没还，现在我家里需要有急事了，需要用钱，结果要钱翻脸了，还被拉黑了，这还是亲弟弟，问我怎么办啊？还有说啊，被朋友拉着去投资被坑了20万，现在能怎么办？人都找不到了，太多了，根本就数不清，都是因为所谓的这些矫情啊，或者说这种好的关系啊，被利用被坑惨的都是跑不掉的，因为熟人坑熟人嘛。你就要记住哈，真正的高手都是在人际的关系上面去做减法，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就立马跑远离啊，不跟你交流了，从来不去教育，
只做一个最基础的筛选。如果说你现在还是费尽心力的去维护你身边所谓的这些关系的人，你迟早被你身边的人给你榨干掉。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在这个社会上，最好的关系就是利益。利益面前，所有的关系都是一盘散沙，没有永恒的友好的关系，只有长久的利益才会有友好的关系。有利益，人自然就聚；没有利益，人自然就散。没有价值，你跪着去舔它也是白费的，没有任何用。除了父母，在这个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任何人希望你过得好。别人打听你的时候，多半是为了评估你这个人怎么被他而利用，或者说我怎么去踩你一脚，都是这样的。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戴着一个痛苦的面具，都是虚伪的。任何人，比方说你听到某某人想要打探你的底细，那么潜意识里边都是带着敌意过来找你的，基本上都是。这是我创业以来得到的一个最大的这些收获啊，比钱都重要，真的。当然这些收获都是我亏钱亏出来才懂的，没有亏钱的时候我也不懂啊。一开始我创业的时候，公司那时候我记得是10几个人左右，13个加上我一共14个，天天这好那好谁也好，跟员工打成一片啊，跟干活的打成一片，笑嘻嘻的啊，大家都好，公司的盈利也挺不错啊，该发提成发提成，发奖金发奖金啊，发福利发福利，对吧？结果呢，平台一个政策导致公司啊项目无法进行啊，可能开始慢慢的盈利变少，甚至有可能亏损。然后之前那些嬉皮笑脸的人都开始在背后嘀咕你啊，这个家里有事情，那个家里不方便，这个要提前借钱，那个要提前啊发工资，找了一堆的借口。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哈，咱就说这个事儿，那都在推卸责任，反正没有一个没有事儿的吧，除了我自己在那看着啊。后面我第一家的公司就是这样倒闭的，完全倒闭的。后来呢，我做任何的事情，我都维持自己的一个原则，绝对要遵循的，就是坚决不跟任何的员工走得太近，坚决不给任何一个员工嬉皮笑脸，哪怕就是让他在背后去骂你，在平时在背后里去骂你，但是呢他还不敢让你知道，这就是一个人开公司最好的一个状态，甚至你老板都不用露面，让他不认识你，这是最好的啊。然后呢你就该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儿，不关心别人怎么去背后议论你，只在乎自己怎么去成长，不要把就是自己向外求，得到别人的认可才感觉自己有价值。你一心修炼好自己的本质，这才叫有价值。这些东西啊，如果说你没有真正创业经历过的，你可能很难理解。当然创业过的朋友应该很容易跟我产生共鸣。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宁可少赚，我也绝不冒进，绝不拿这种生存的钱去博没有必要的产生的欲望。这句话如果说你能够刻在你的脑子里面，关键的时候真的能够保命，尤其是创业的兄弟们。现在我只研究3件事反正不跟人打交道我是研究投资，研究金钱，研究人性。我之前也不信这个风险我根本就不考虑的只顾自己的眼下能赚钱就行，管风险干嘛？现在回想起来之前那种疯狂的冲动，真的自己能够赚到钱并且成功，或者说能够安稳的活到现在，真的就是祖坟冒青烟的保佑，纯粹就是运气今天我也没啥稿子我今天就随口讲的，纯粹是看了那个郑州的一个新闻，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创业过来的一些感悟一些坑。如果说你没有经历过我上面讲的这些背叛、被坑、被踩被骗的这些，我建议你赶紧点赞收藏起来，等你遇到的时候回来看看我讲的这个视频，或许能够帮你安全的度过你现在这个时期。当然也希望我这些粉丝能够都看到这条视频并且点赞，不管你创业还是没创业，希望对你都有帮助。我后面呢也会持续的分享一下我创业到现在成功之间然后产生的各种的经历以及各种的避坑，也分享给大家伙一些经验也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好。2026年了，也祝愿大家之前所有的劫难全部都过去了，翻篇了。既然看到这儿，请写下我很好这3个字，这不是玄学，这是你一路顺风的开始。